大家好，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今天我们说一下 Server00。那这个服务器的话，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已经了解的不要了。勇哥的话，基于老王的脚本进行了一个增量修改，主要是针对 CF-VLAS、CF-Children 的节点和 Server00 可以很好的交互使用。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做。注册完成之后啊，你进入它的一个控制台，设置2个地方，这个选项啊，点击进入，然后点击这里把这个 enable 点击开启 ，OK 啊，这是第一步，然后点击倒数第5行啊 ，PORT 端口这里点击增加端口 ，UDP 和 TCP 端口加起来只能用3个，那你3个端口全部用的话，你只能有4种选择，第一种就是3个全是 UDP 啊，第二种3个全是 TCP。第3种2个 UDP 1个 TCP， 第4种2个 TCP 1个 UDP。那勇哥这里的脚本的话是2个 TCP 1个 UDP。那我们首先创建啊，注意啊，像这种443常规端口它是不会让你建的啊，很多敏感的端口它都不会让你建。在同一个服务器，别人已经建好的端口你也不能建，比如说33333增加，他说已经被别人用了，那我这里随便输一个，比如说5525，点击增加。OK 可以，那我再加一个55255，点击增加 OK， 这里再加一个 UDP 吧， UDP 也就55255吧，点击增加 OK 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加了3个，2个 TCP 1个 UDP， 然后我们进入 SSH 啊，我这里用的是 Xshare 8啊，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 SSH 客户端进行一个登录啊。那登录的地址直接用这里的登录网址，主机名称是在第14个服务器啊，端口是22，然后身份验证，注意你的用户名啊，你自己注册的用户名应该你知道的啊，密码就是你登录平台的密码啊，我这里要用键盘进行一个密码登录啊。然后打开勇哥的 CF-VLAS 项目啊。因为我主要是服务 CF-VLAS 的啊 ，Server00 专用啊，修改自老王的这个 Thinbox Server00 脚本，支持 VLAS Reality、VMS、ARGO 以及 HY2。那这里的话，我主要增加的一个功能就是 Reality 支持 CF-VLAS、CF-Children 节点的 Proxy IP 以及非标端口的优选法的 IP， 复制这个脚本啊，然后直接粘贴回车就可以。好，已经进入了这个脚本的界面啊。主要加入了选项3和选项4，还有一个是当前可用的 IP。那如果 IP 被强的话啊，它这里会显示被强啊。我们首先安装选择1啊，请确保 Server00 2个 TCP 1个 UDP 啊。那我们看一下2个 TCP 1个 UDP， 然后第一个选择，请输入上面3个 IP 中的任意一个啊，建议默认回车自动选择。小白懒人朋友们啊，直接回车啊，看都不用看啊。如果你对这几个 IP 啊，你有点研究的话，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比如说我喜欢这一个 IP 啊，那你就把它复制下来啊，粘贴上去，回车啊。我这里的话以小白为准啊，我们就默认回车下去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输入 Reality 的域名。你输入的域名必须符合 Reality 协议的规定，可以网上查一下啊 ，Reality 域名啊，有一大串，很多，非常多，你可以随便输啊，你可以随便输。如果你想激活 Proxy IP 以及非标端口反带 IP 功能，你就要输入 CF 的域名；你不想激活，你就输入其他非 CF 的域名。那我这里的话就默认回撤啊 ，CF 的域名。输入统一的 UUID 啊，如果你有自己的 UUID 可以输入，那所有节点的 UUID 密码、pass 路径什么都统一回车。下面一个 VLAS Reality 的端口，注意是面板开放的 TCP 端口。TCP 端口我们看一下 TCP， 那 TCP 有2个啊，随便选一个5525。然后下一个输入 VMS 加 WS 端口，同样面板开放 TCP 的端口。那第2个 TCP 啊55255。那第3个HY2 的端口，面板开放 UDP 端口，下面一个 UDP 端口55255回车。然后下面它会提示啊，输入 ARGO 隧道。如果你之前看过我 Thinbox 脚本以及 XY 脚本的话，你应该都清楚啊 ，ARGO 固定隧道和临时隧道的区别。固定隧道它是需要域名，还要进 CF 设置 token 啊，那临时隧道的话是不需要域名的，小白来说是不需要域名的啊，我们直接回车 ARGO 临时隧道，接下来啊自己会输出啊。好，这里已经输出结果了啊。
首先第一个输出的是 Reality 的分享链接，然后下面一句话如果之前输入的 Reality 域名是 CF 域名，将激活以下功能。应用勇哥的这个 CF VLess CF Children 的脚本，可以设置 Proxy IP 带端口，选择全局应用变量名称和变量值都给你写出来了。单节点应用pass 路径可以改成这一个。CF 节点的 TLS 可以开可以关那说明这个 Proxy IP 可以用在 TLS 节点，也可以用在非 TLS 节点上。那下面这句话就是 Proxy IP 的作用了。所有访问 CF 的网站都是落地这个 IP 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Proxy IP。那这里的话，我直接用之前操作过的 CF VLess CF Children 节点直接进行一个演示。那我演示的节点是 CF Children。那全局应用，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那期教程。我们这里快速的设置一下 pass 路径那设置之前，我们开启代理，然后我们看一下 IP 点傻逼它是显示的是台湾的这个默认 Proxy IP。那我现在要把 pass 路径改成这一个。这样的话，单节点就会独立应用这个 Proxy IP， 然后我们点击并保存。我们再看一下网页刷新一下，它就会变成波兰的 IP， 台湾变成波兰。OK， 那这里有些小伙伴一定会问为什么这个 IP 点傻逼IPv4 显示的是波兰，下面显示的香港那我这里补充一下IP 点傻逼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网站IPv4 显示的是 Proxy IP，IPv6 显示的是非 CF 网站的落地 IP， 所以说这个香港的地址其实就是客户端地址决定的那有些小伙伴说，我也想把它变成波兰的，做到 CF 网站和非 CF 网站统一，怎么操作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点可以把客户端地址改为这一个，端口改为这一个。它的前提是 CF 节点必须是 TLS 开启的我们现在快速的演示一下我们把这个 IP 地址复制，粘贴，反带 IP 跟端口是绑定的，所以我们要把端口改成5525，确定。接下来神奇的事件就要发生了睁大你的钛合金狗眼我们刷新一下，下面的香港会变成波兰，我们刷新一下。刷新 OK， 那下面就变成波兰了。那这样的话，访问 CF 网站和非 CF 网站它们就统一了，这也就是和 CF VLess CF Children 节点进行一个联动的一个效果然后接下来是 Vmax 大家族有3个节点，一个是 Vmax 加 WS， 它是没有 TLS 的，它是一个主节点。然后下面就是 Vmax 加 WS 加 TLS， 是 ARGO 的443系的端口注意我这里特别标注了，客户端地址可以自行修改优选 IP，6个443系的端口可以随便换。然后第3个 Vmax 加 WS， 它是80系的端口，可以自行修改优选 IP， 然后7个80系端口随便换。
然后下面第3点就是 HY2 的分享链接，第4点是对上面5个节点的一个汇总。你5个节点都想要，你一个一个复制比较累，你干脆就复制下面这几行，一次性复制到你的客户端就行了。现在我们复制一下啊，注意全部选中啊，不要落下。点击复制，然后打开 V2N 服务器，选择第一个从剪切板导入分享链接。OK 啊，5个节点全部导入。这里 ARGO 2个节点，你可以换优选 IP， 可以换端口。这里的话已经跟大家说明了啊，全部选中，我们听一下真连接，应该都没问题啊。OK 啊，都没问题啊，都是通的。然后下面第5个说明点啊，就是查看 Symbox 与 ClashMate 配置文件，请进入主菜单选择4。那这里的话，我们要再次复制一下脚本啊，然后粘贴。我们要选择4进行查看，它会输出2个配置文件啊，一个是 Symbox， 一个是 ClashMate。订阅链接虽然没有，可以创建本地文件啊，这里全部选中。粘接到你的客户端上啊，或者是粘接到文件，然后上传到客户端上啊，这些都可以。那选项3的话，就是我们原先安装完成之后输出的这个界面。那有些小伙伴说，我想重置啊，如果你想干净一点，选择卸载完之后，你再选择5，清理所有进程，再登录 SSH， 这样就非常的干净。大家卸载、安装、卸载、安装，就那么几个选项，非常的快。那刚才忘记说了啊，2个注意事项啊，我们总结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如果 Server00 的 IP 被强 ，Proxy IP 将依旧有效，但客户端的优选 IP 将不可用。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 Proxy IP 啊，它是不经过中国大陆本地的，它是直接跟 CF 服务器对联的啊，所以中国大陆强了 Proxy IP 的话 ，Proxy IP 依旧有效。但是客户端反带的这个地址将不可用，客户端地址它是要经过本地的。它这个地址被强的话，你只能换其他优选 IP 啊，端口也只能跟着变。那第2点啊，老生常谈的啊，就是必定有大佬啊会扫 Server00 的反带 IP 作为共享 IP 库或者出售，所以请谨慎将 Reality 的域名设为 CF 域名，因为 Server00 的服务器都是波兰的，有些大佬偷过去共享或者出售的话，我觉得效果也并不怎么好啊。那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偷扫 BPP 面板的节点异曲同工啊，差不多啊，就是去白嫖一些白嫖的东西。那这里的话，勇哥还是会将自己的 Server00 服务器作为 Proxy IP 以及反带 IP 共享给全世界人民，我自己也不会去用 Server00 服务器的，那就当公益吧。OK， 好，那今天的视频教程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